白银一夜暴涨4%，一举突破60大关，收在60.25。黄金也跟着往上蹦了1.52个百分点，收在4152.6。可你发现没有，金价冲到4160那道墙前面，又被摁了回来，这已经是第4次了。一边是白银疯狂逼空，金银比价直接从70.7砸到68.9，另一边是黄金还卡在门口，不上不下。所以问题来了，白银这一记暴力拉升，到底是贵金属新一轮上涨的发令枪，还是非农之前的一场诱多假动作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8月5号，我们一起回顾隔夜这波精彩的行情。开始之前，还是那句郑重提醒，我说的所有内容都只是个人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您的每一个决定都请自己拿主意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黄金收在4152.6，涨1.52个百分点，白银更猛，暴涨4.13个百分点，站上60，白银是今天真正的主角。第二，背后最大的推手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夜之间跌了7个基点，掉到4.63，利率一松，不升息的金银就被点着了。第三，接下来最该盯的是黄金头顶4160这道连续第4次挡路的墙，以及周五那份决定方向的非农报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说整体的盘面气氛，昨天这一晚是典型的风险偏好回暖，避险资产反而沾光的少见组合。通常股市涨，金银会被冷落，但这次利率大跌成了共同的助推器，金银一起往上冲。只不过两兄弟的力气差得很明显，黄金温吞吞的涨了1.52个百分点，白银却像脱缰的野马，一口气拉了4.13个百分点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核心分歧。白银在狂奔，黄金在观望，谁才代表真实的方向？之所以说这个组合少见，是因为很多刚入门的朋友会有个误区，觉得金银就是纯粹的避险品，只有在市场恐慌、股市下跌的时候才会涨。但昨晚恰恰相反，股市情绪不差，金银却借着利率下行一起走高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贵金属的定价从来不是单一逻辑，避险只是它的一张面孔，利率、通胀、货币的信用都在同时给它定价。看懂了这一点，你才不会在股市涨，金子也涨的时候感到困惑。这里我想诚实的跟老观众回顾一下昨天的判断。昨天我提醒过大家，金银比价从71微微降到70.7，是白银相对转强的初步迹象，但极其细微。结果一天之后，这个细微的苗头直接炸开，比价一路砸到68.9，白银用一根大阳线证明了自己。同时我也反复强调的那道4160、4165的城墙，昨晚金价冲到4152.6，还是没能有效站上去，第4次在这里被挡住。所以你看，白银的强，黄金的犹豫，昨天其实都埋下了伏笔。我们把镜头拉近看黄金，隔夜金价从4090附近起步，一路震荡走高，盘中最高摸到4161，最终收在4152.6，单日上涨1.52个百分点。听上去很漂亮，可关键在于收盘的位置，它就卡在50日均线4157和箱体顶部4160的正下方。换句话说，多头拼尽全力冲了一天，也只是把价格顶到了那堵墙的脚下，人还没翻过去。那这到底算强还是弱？我给你拆开看两面。看多的人会说，能从4091路收到4150，说明下方买盘很扎实，4077那块地板越踩越硬，只要今晚再加一把力，站上4165，蓄势上攻就成立了。看空的人则会反驳，连续第4次在同一个位置无功而返，恰恰说明上方套牢盘和空头很顽固，
冲不过去就是冲不过去，随时可能高位回落，再去试探下沿。这两种解读，今晚就看4160这道线的攻防给答案。我给你打个比方，4160这道墙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反复挑战的横杆，前3次他都差了那么一点点，擦杆掉了下来。昨晚这第4次，他助跑更猛，跳得更高，指尖已经碰到杆了，但人还是没能翻过去。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好的一面是他一次比一次接近，说明力量在积累。坏的一面是横杆就是有一种魔力，次数越多，心理上的那道坎就越难迈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与其猜他这一跳成不成，不如老老实实等他真正翻过去，也就是有效站上4165之后，再确认这是不是真的变盘。在那之前，一切都还只是接近，不是越过。再来看今天真正的明星白银。如果说黄金是慢性子的大哥，白银就是那个情绪化的小弟，它的波动天生比黄金大，涨起来更疯，跌起来也更狠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贝塔属性。昨晚白银一举涨了 4.13个百分点，是黄金涨幅的近3倍，直接突破了59，这个压了它好几天的关口，收在 60.25， 这是一次干净利落的向上突破。更值得说的是金银比价，这个数字代表买1盎司黄金要用掉多少盎司白银，比价往下走，就说明白银相对黄金更强，市场的风险偏好在回暖。昨晚这个比价从 70.7 快速砸到 68.9， 是最近少见的一大步。为什么白银会突然这么猛？一方面，利率下行对所有贵金属都是利好，而弹性更大的白银放大了这份利好。另一方面，白银不光是避险品，它一半的身份是工业金属，市场只要嗅到一点经济不那么差，需求还在的味道，就愿意去追它。所以这一根大阳线既是利率的功劳，也是风险偏好回暖的写照。但你也得留个心眼，涨得急的东西回得也快。白银这种脉冲式的行情，最怕的就是数据一变，脸就打回原形。好，说完了金银本身，我们钻进去看看是什么真正点着了昨晚这把火。答案很直接，就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。10年期收益率一夜之间从 4.70 跌到了 4.63， 一口气掉了7个基点。2年期也从 4.25 降到 4.20， 这个下行才是金银齐涨的总开关。它的传导逻辑，我一步一步讲给你听。黄金和白银本身是不生息的，你拿着它，它不会给你利息。而美国国债是生息的，所以当国债收益率高的时候，资金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拿不给利息的金子，还不如去吃 4.7 的利息呢？这时候金价就有压力。可一旦收益率往下掉，持有黄金的这个机会成本就变小了，金子立刻就显得香了。昨晚7个基点的跳水，就是把这个天平重新往贵金属这边压了一把。而白银弹性更大，同样的推力，它自然弹得更高。你可能会问，7个基点听起来很小，凭什么能撬动这么大的行情？这就是金融市场里预期的威力。市场买的从来不是眼前这一天的利率，而是未来一连串利率的走向。收益率往下掉7个基点，传递出的信号是降息更近了，而且可能不止降一次，资金会顺着这个方向提前布局。所以你看到的不是7个基点本身，而是7个基点背后那一整条被重新定价的利率曲线。金银的这波涨，涨的就是这条曲线往下平移的钱。为什么收益率会突然跌？市场是在为这周的重磅数据抢跑。今晚有美国7月的 ADP 小非农和 ISM 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，周五还有分量最重的非农就业报告。越来越多的资金压住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，一旦降温，美联储降息的空间就更大，收益率于是提前往下走。说白了，昨晚金银的这波涨，涨的是一份降息预期的预支。地缘政治这边，昨晚没有特别突出的新增避险事件，中东和东欧的局势维持在原有的紧张背景中。
没有成为新的定价主线。所以今天真正驱动价格的不是避险情绪，而是我们刚说的利率逻辑。这一点其实值得留意。当一波上涨主要靠利率预期，而不是靠避险硬需求推动时，它对数据就会格外敏感。数据一旦不配合，回撤也会来得快。再往深了说，就绕不开美联储金银这波账，本质上买的是一个故事：劳动力降温，通胀受控。美联储今年还能再降息，市场关心的不只是名义利率，更是实际利率，也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之后，真正的资金成本。实际利率越低，持有黄金越不吃亏，金价越有底气。昨晚收益率的下行，就是在压低这个实际利率。但这里有个前提，这一切都建立在数据会配合的假设上。万一今晚的 ADP 或者周五的非农意外强劲，就业没有降温，那降息预期就要被打回去，收益率会反弹。昨晚金银涨的这口气也可能被一把抽走。所以说，现在的价格里是压了美联储会转鸽的注的。我们回到图表，用技术面把话说清楚。黄金现在最关键的两个位置，上方4160的箱体并叠加4157的50日均线，两道防线挤在一起，成了一堵很厚的墙。昨晚第4次在这里收足，能不能有效站上4165，是判断反转是否成立的分水岭。下方第一层支撑看4090，也就是周一的收盘位，再往下就是4077那块反复被踩实的箱体地板，那是整个格局的翻身底线，跌破它就要去看4000整数大关了。再看动能指标 RSI， 黄金的14日 RSI 现在是 53.6。 给不熟悉的朋友解释一句，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指标，越高越超买，越低越超卖。一般70以上算过热，30以下算超卖。53.6 说明黄金既没有超买，也没有超卖，处在一个不温不火的中性区间。这个读数其实很有意思，它意味着即便昨晚大涨，黄金上方也还没到透支的地步，理论上还有往上的空间。但反过来说，动能也没强到能一鼓作气撞穿那堵墙。回到开头那个起点，还是假动作的问题。RSI 给的答案是牌还没摊开，就看价格能不能借着这股中性偏多的动能，真正咬破4160。白银的技术面今天要多花点笔墨，因为它是主角。白银刚刚突破了59这个关键压力位，收在 60.25， 这一下59就从原来的天花板变成了脚下的地板。只要后面回踩不跌破59，这次突破就算站稳了。这里有个很实用的观察点，突破之后的第一次回踩往往最能说明问题。如果价格回落到59附近能稳稳站住，甚至被买盘重新托起，那就说明这次突破是真的，多头愿意在新的位置接货。可如果它一个跟头又跌回59下方，那这次突破就有假突破的嫌疑，追进去的人就会被套在山顶。所以后面几天59这个位置守不守得住，比昨晚涨了多少更重要。上方呢，第一道阻力看 62.3 附近的近期密集区，再往上是64附近的50日均线，那是白银更大的一堵墙。白银的14日 RSI 现在是 51.7， 同样是中性区间，还远没有到超买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白银这根大阳线虽然猛，但从动能上看，它还没冲到强弩之末，理论上仍有继续走高的余地。当然，前提是利率下行和风险偏好这两台发动机不熄火。反过来提醒一句，正因为白银弹性大，它一旦转向，杀跌的速度也会比黄金快得多。所以在白银上，止盈止损的纪律要比在黄金上更严格。说到这里，必须给大家泼一盆冷静的水，讲讲风险。你看到白银一天暴涨4个百分点，很容易热血上头想去追，但恰恰是这种急涨，最需要保持谨慎。第一，昨晚金银涨的是降息预期，
而不是已经落地的事实。今晚的 ADP， 周五的非农，任何一个数据超预期强劲，都可能让这份预期瞬间翻脸，价格快速回吐。第二，白银高贝塔的特性意味着它涨得多，回撤起来也会更凶，追高的风险远大于黄金。第三，黄金还卡在4160的墙下，方向根本没有真正选定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越是这种一边狂涨一边观望的分裂行情，越要保持冷静，控制好仓位，绝不因为怕错过就去追一根已经涨了很多的大阳线，风险永远排在收益前面。最后，我们来聊聊后市展望。我把它分成短线和长线两块，给你一个完整的时间框架。先说短线怎么看，眼前有3件确定的大事。今晚美国7月的 ADP 小非农和 ISM 服务业 PMI 是周五大非农的前哨，会先给劳动力降温的节奏定个调。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是本周分量最重的一颗雷，人数、失业率、平均时薪3项一起看，直接决定美联储的降息路径和金银的方向。关键位置上，黄金上看4160到4165这道墙，下看4090和4077，白银上看62.3，下方守住59就算强势。给你画2个剧本，向上剧本，今晚数据偏弱，收益率继续下行，黄金有效站上4165，白银站稳60以上，那这波就有望从反弹升级成反转，多头接管。向下剧本，数据意外强劲，收益率反弹，黄金在4160再度掉头，白银跌回59下方，那昨晚这根大阳线就要被定义成非农前的诱多，价格大概率回测下沿。再说长线怎么看，把视野拉到几个月的维度，支撑黄金的那些结构性力量并没有变，全球央行还在持续购金，去美元化的大趋势，美国高企的债务，以及中期看仍有下行空间的实际利率，这些都是长线偏多的地基。这些逻辑不会因为一份非农数据就消失，它们是以年为单位在慢慢发酵的。特别是央行购金这条线，过去这些年，各国央行一直在用真金白银给黄金的长期地板添砖加瓦，这是一股不看短期涨跌，只管持续买入的力量。所以我的整体判断是，短线偏谨慎，长线偏乐观。短线上，非农没落地之前，价格就困在箱体里来回折腾，方向未定。但长线上，只要实际利率的大方向是往下的，金银的重心大概率还是慢慢抬高的。短线和长线暂时有点打架，这很正常。你要做的是分清自己站在哪个时间框架上，短线是交易的节奏，长线是配置的方向，两者本来就该用不同的尺子去量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白银这波暴涨是起点还是假动作？我的判断是，现在还不能下定论，但天平略微偏向，这是有含金量的一步，因为它是真突破加比价大跌，有风险偏好回暖撑腰的，不是空穴来风。但要真正确认成反转，必须看到黄金也跟上，有效咬破4160这道墙。在那之前，白银的墙只是先锋，还不是全军。送给你今天的一句话：银子先冲，4160不破，别急着喊反转。好，也想听听你的看法，你觉得周五非农之后，金价能不能真正站上4160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最后再次郑重提醒大家，以上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和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瞬息万变，风险随时都在，请大家务必保持谨慎，独立思考。任何操作的盈亏都需要自己承担，盈亏自负，守住本金，永远比抓住机会更重要。好了，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再顺手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晨我们更新的时候，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。
明天见。